我们来看第二份数学的成绩单哦。好，我们都会把4份成绩单都拿来看过一遍，这样子。好，来，你看第二位成绩单，它是总共是95百分位嘛，对不对？数学是接近满分的这样子。OK，好，然后呢，我们可以观察到它整个考试里面哈，它其实是原本有错掉2题，分别是第一题做错，好，然后呢还有第16题做错，后来改对，当然后来改对，还要把分数加回来了。好，只是呢当下做出它的那个难度的那个变化就已经造成了，所以我还是会把在模拟机制里面算进去这样子。OK，好，好。那你可以看到哈、这位同学一道题做错就变42百分位，所以那刚刚那位同学一道题做错变成60几百分位，为什么会有这个区别？来，你看啊、刚刚这位同学一道题做错就是60几百分位，然后这位同学一道题做错就是什么？就是42百分位，那是因为他们做错的题目难度不一样。刚刚那位同学一道题做错是在比较靠中间后面的题目做错，那已经是高难度了。可是这位同学做错的是第一道题，第一道题它是中难度。好，在这个地方，这一道题是0.41，是接近中难度的地方，它出现错的题目是在这个地方。好，所以呢，因为他做错的是中难度的题目，他最后的在同样的考试里面的百分位评定也会相对比较低。当然是只限这一科而言，这样子。OK，好，那最后呢，是因为它整体考试大部分的题目都还是有做对，虽然这个地方当下是评定是相对较低，可是因为它后面有把它改对，所以最后还是有把它加回来，所以它最后到了95百分位左右的成果这样子。OK，好，好，那我们来仔细看一下，到底这个考试里面有哪几道题还需要去注意哦。虽然之后看，虽然等一下我看一下哦，这边等一下我再重新跑一次模拟，好，因为我们刚看的时候，这个地方它应该是没有错题嘛，对不对？好，这边我等下会重新跑一次模拟。好，我们需要去关注的是几个点。好，第一个点是这道题中难度却做错，对不对？好，中难度却做错，到底为什么？好，所以呢，我就会建议这位同学平常在练习的时候，这边的 ratio person 虽然它大部分的题目都是在高难度，从中段之后你可以看到，从中段之后都是在高难度的地方了。但是它前面的地方这道题中难度做错，到底是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看这个，你看哦，我们看这个模拟可以看得出来，大概在这个就是第8题左右，后面就变回高难度了嘛，对不对？因为它前面连续做对，对吧？好，第8题之前还是中跟低难度。那我们可以观察这个地方，一个是他在第8题之前，好来第8题之前他做错的是中难度的题目，所以这个时候我会建议他的 raise ratio person 除了练习难题之外，我还是会建议他回去练一些 OG 跟 PP 里面的题目。OG 选中难度的题目，那 PP 也是选中难度的题目去训练。我还是会建议他去就这个分类去练习中难度的题目。除了这个之外，我们也会去观察这里面是不是有中难度的题目，他花了比较多的时间。那你可以看到，有没有发现？哦，这个第8题也是一样，有没有发现这道题他是做错了？这道题很明显，因为数学一题应该是正常，我们都知道是2分多左右嘛，花了2.7分钟，快3分钟，所以代表这道题他虽然做对了，可他其实是比较挣扎的。所以这2个点都显示了前8题偏中难度的题目，其他的能力都没什么问题。当然还是希望他能够做的慢一点，然后不要做那么快。但是在同样的就是同样考到 race ratio person 百分比啊，或者是比率啊，或者是这个速率啊，它的做题速度是比较慢的。那我就会建议他真的要回去从中难度开始训练。OK，好，好，那再来呢？虽然他的其他科目都是在高难度的地方都有去做对，对不对？好，但我们可以注意到原本的第16题它是有做错的。好，这边有写它是后来才改对的，第16题做错。再来就是在高难度里面，我们要去加强训练谁呢？第19题到第21题的高难度里面，我们可以发现它有几道题是比较特别的。好，就是这个地方18题的 race ratio person，还有第15题的 race ratio person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个地方这几道题都是，还有最后一道题的 equal algebra。当然这道题我会说了，他做对做错，他的时间长不一定是因为他真的做的很慢，有可能是因为他已经到后面时间还要剩，他就比较松懈了，所以不一定。OK，好，但是至少从这边我们又可以看到2个趋势。第一个，这位同学的 race ratio person 真的很弱。好，中难度的题目都会让他思考2分多钟，高难度的题目更不用讲，会让他做到3点多分钟。OK，第二个，除了 race ratio person 之外呢，他的 equal algebra 在高难度的地方也是偏弱，所以我就会建议他平常练习的时候集中精力，第一个复习 race ratio person 的观念，并且大量练习中难度的 race ratio person 的题目。第二个就是高难度的地方，好去专心加强 equal algebra 这个类别的题目。OK，好，就是在705以上的题目，就是 equal algebra 这个地方。OK，好，那其他部分的题目，我反而建议他只要在考试的时候能够去做到验算，
能够去做到验算，不要怎么样，不要就是太心急，做太快，被系统标志为异常就可以了，这样子。OK，好，那就可以好，你听懂哈？好，我们终结者的分析就会是这么的细致，哦，就是因为以前没有这些工具嘛，那现在有这些工具，我们就可以做到细致的分析。好，但是这些工具哦，你不要去解读这个单纯的数字，你要看看它的趋势，因为数字就像我们刚刚讲会有。我自己是做这个数据的人，我知道哪里会有误差，好，所以一定要我来解读，才可能跟你讲什么地方才比较好，这样子。OK，